来到11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我是贝敏。新闻一开始来关注一宗丧尽天良的不孝子杀死母亲后藏尸冰箱长达3年的命案。华裔混血儿子在 MCO 期间和巴勋华裔母亲发生争执后失手打死母亲，因为担心命案被揭发，竟然将母亲的遗体塞入冰箱。直到最近，他相信是花光了积蓄，没钱缴付电费，担心冰箱断电导致遗体腐烂发臭，才来投案自首并束手就擒。这宗陈年命案是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在龙市华联花园大曼 OUG 某双层排屋被揭发。中国报记者叹息，嫌犯杀害母亲后一直没有工作，靠早前存下的大约数万令吉积蓄度日。相信嫌犯最近是因为花光了所有积蓄，没钱缴付电费，担心冰箱没电后无法再掩藏母亲的尸臭，加上他不久前刚中风，认为死期将至，又不堪心理压力而主动向警方投报自首。附近邻居透露，嫌犯平日都独来独往，很少出门，行为举止怪异，相信有精神问题。邻居都知道嫌犯和母亲同住，当嫌犯被问及为何不见母亲人影时，他谎称母亲已经搬走了。另一方面，根据记者观察，嫌犯用来冷藏母亲遗体的冰箱并非一般的家庭用冰箱，而是较常作为商业用途的小型冷藏冰箱，容量大约200公升，温度能够调控至最低摄氏-32度。吉隆坡总警长拿督卢斯迪已经证实此案，警方到场调查后，将女死者的遗体移出冰箱，并送往马大医院太平间剖验，查证死因。和男友起争执后坠楼身亡的15岁少女，今天举殡火化，少女的男友也现身灵堂，平静地送女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女死者今天早上在白云山殡仪馆举殡，她的男友身穿白色 T 恤和短裤现身，在举殡前和死者的母亲李庆瑜并肩而坐，一起观看灵前的打锣鼓丧葬仪式。他全程神情平静，没有激动大哭。在瞻仰死者的遗容时，他和死者的母亲走到灵柩前，见死者最后一面，场面哀伤。死者的男友事发后因为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而被警方逮捕，目前是由警方口头保释外出。镜头转向吉隆坡，自称是房屋中介的华裔男子向岳阳来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谎称能够帮他们找到房屋租住，结果却在收取租金后失踪，造成至少30名中国籍学生上当。其中11名就读本地不同大学的中国籍男女，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的帮助下召开记者会，由其中一名34岁的男事主王赛代表控诉此事。差不多，是11月初还有联系，他说他在生病，然后一直生病，一直说他在住院，因为我要找他去解决这个我的房子维修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租的他的房子，我的朋友需要入住，但是呢，他说那个房子就一直在推脱，推脱了1个月，我这个房子没有见到，因为房东找到了我们这些租客，说你们的房租没有交纳。但是我们所有的租客都是把这个房子已经全款，或者是有交半年，有交1年，有交2年的。王赛指出，根据他所知，大约有30名中国籍学生被骗了至少100万人民币，或相等于61万2千令吉左右。如今他们还得另外花钱寻找新的住处。21岁青年结交新女友后，为了负担高额的约会开销，竟然向阿龙借了1500令吉，结果因为利滚利无法偿还，被阿龙骗到柬埔寨园区当猪仔。除了软禁和毒打，集团还向青年的家属勒索5万令吉赎金。最终通过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帮助，青年得以在分毫赎金都没有付的情况下获救。青年父亲黄先生昨天晚上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迎接儿子归来时，向中国报指出，儿子是在借钱后无力偿还，而在上个月趁着他出门上班时，拔掉闭路电视的电线和转移摄像头后悄悄离家。15号我才知道，
看到他的电话单来，知道他在柬埔寨，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报平安，讲他在走后上班。他说，儿子被困在一处诈骗园区，尽管没有被强迫从事诈骗工作，管吃管喝，却被当作肉票，多次被虐打，之后被转移到一间相信和集团有关的酒店软禁。集团要求儿子每天联络家人，以游说家人支付11500美元，大约5万令吉的高额赎金。槟城方面，38岁华裔男子在新加坡向阿龙借了800新元，大约2600令吉后不还钱，结果阿龙派跑腿到男子的家乡槟城骚扰他的家人。阿龙不仅到男子大姐的住家泼红漆，还贴追债大字报逼债。更离谱的是，阿龙还趁着男子的大姐开车出门时跟踪他并拍照。阿龙更时不时向男子的家人发送恐吓讯息，让全家不堪其扰，最终逼得男子的大姐、大姐夫和二姐今天在马青副总团长陈阳邦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宣布和男子断绝关系。贩毒集团利用保安森严的双层排屋作为藏毒和加工的货仓，将毒品和包装饮料混合后拿到市场上散货。活跃3个月后，7名男女包括首脑在内被柔佛警方逮捕，并破获超过280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是今年来最大宗的毒品案。柔州总警长拿督 M 古马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警方于本月3号展开突击行动，瓦解这一个毒品收藏量惊人的贩毒集团，逮捕7名本地和外籍男女，包括33岁的首脑。Sindiket ini menggunakan rumah teres dalam kawasan gated dan guarded untuk membungkus dan sebagai stok penyimpanan sebelum diedarkan ke pasaran-pasaran di sekitar negeri Johor。他指出，其中3名嫌犯的尿检结果显示有吸毒恶习，其中1人有刑事和毒品前科。警方在行动中起获2831万令吉的各类毒品，并揭发集团将毒品混入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包装饮料内，企图混淆执法人员的视线。换个焦点，国民战车、迈威轿车经常因为在水灾中涉水前行等各种事迹而引起关注，这回竟然直接飞进别人的住家客厅内。网传视频显示，一辆迈威轿车冲入一间住家的客厅，客厅内一片狼藉。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客厅唯一面向出口的围墙竟然完好无损。迈威究竟是如何精准地从空隙钻入，却又不撞毁围墙和雨盖，实在令人纳闷。中国广东省星期一晚上发生越野车冲撞行人后逃逸，造成至少60人受伤的事故，现场血迹斑斑。涉案的62岁男司机被警方持枪拦截后围捕。这宗撞后逃发生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画面显示，大批民众躺在地上哀嚎，跑道上散落多只球鞋，遍地血迹斑斑。救护人员正在进行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措施。现场消息传出，当局出动了27辆车，将大约60名伤者送院治疗。也有目击者称，看见现场有人被撞后当场死亡。警方过后截停并举枪包围一辆越野车。另一边厢，由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研发的机器狼群无人作战系统，星期一首度在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亮相。这个名为机器狼的4足机器人和野狼相似，擅长集群作战。最大的特点是在复杂的地形下具有高机动能力和高适应性，能在复杂地形环境中和人同行，跨越高壁垒和攀爬楼梯等，可为特战分队和步兵分队提供集群式综合作战手段。台风桃之星期一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部登陆。
7个省市大多数地区发布4号台风警报。这是菲律宾1个月内遭遇的第4个台风，2500座村庄的村民被强制疏散，学校停课，港口暂停运作。中部山区有3条道路因为土崩而交通中断。从网传视频可见，树木在强风中剧烈摇晃，房屋的铁皮屋顶也被掀起，道路成一片汪洋，人们仓皇逃命。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后，目前正在积极筹组内阁。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决定提名曾经是竞争对手的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一旦属实，卢比奥将成为美国首位拉丁裔国务卿。卢比奥的做法鹰派，多年来一直主张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包括中国、伊朗和古巴，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另外，美国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已经笃定赢得过半席次，意味共和党将同时握有国会2院的主导权。换个焦点，香港嘉华国际集团和银河娱乐公布，集团主席吕志和在上个星期四安详辞世，享其寿95岁。吕志和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也被誉为澳门新赌王。吕志和1929年在中国出生，4岁为逃避战火，随家人移居香港。13岁开始创业，1960年涉足房地产行业。吕志和身家高达145亿美元，或相等于642亿4200万令吉，在全港排名第7，全球排名第168位。11月11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又称为老兵节。纽约今年的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第5大道盛大举行，有将近300个团体和2万人参加游行。游行路线被称为美国最爱国的1英里。新闻的最后，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军人和警察们踏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操步前进和气势恢宏的乐团表演。我是贝敏，我们再会。